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当救护车鸣笛声响起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担心亲人安危，还是下意识的计算医药费？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关于生命价值的拷问。主人公是一位来自福建的纺织厂质检主管，他在一次偶然的商务考察中认识了台湾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板，随后开启了一段跨海婚姻。本来只是一次人生的选择，却因为两岸医疗体系的巨大差异，让他在新家园经历了一场价值观的彻底重构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婚姻经历，而是一面映照两岸社会制度差异的镜子。当我第一次听到王美玲的经历时，我被深深震撼了。因为在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中，先救人还是先付钱，这个简单的选择，竟然能如此鲜明地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。在一个社会，救护车是希望的象征，而在另一个社会，它却可能与经济压力紧密相连。这种差异不仅仅存在于制度设计中，更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质量与尊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王美玲的心声，看看这位普通的跨海婚姻女性是如何在20多年的台湾生活中，通过一次次的医疗经历，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与社会的责任。也许她的观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医疗人文关怀的深刻思考。我叫王美玲，今年56岁，生于福建沿海的一个小城。曾经，我在那家喧嚣的纺织厂里担任质检主管，日复一日地穿梭在机器轰鸣与布匹交织的世界中。那份工作虽然平凡，但曾让我觉得生活井然有序，充满了劳动者应有的坚韧与务实。然而，命运总有意想不到的转折，让我在一次厂里组织的商务考察中遇见了那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——林志明。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台湾这片土地。考察团一行人来到台中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参观学习，公司老板林志明亲自接待了我们。他比我大8岁，说话温和而干练，身上自有一股沉稳与信赖的力量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年2001年春，我带着对未知的期待和隐隐的忐忑，告别了家乡的亲人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。从此，我的生活不再只是围绕着枯燥的厂房与固定的检测仪器，而是开始了全新的跨海生活。刚到台湾的日子并不容易，虽然同样说中文，但台湾的许多用语和习惯都与大陆不同。比如他们说便当而不是盒饭，说机车而不是摩托车，甚至连问路的方式都不一样。我常常因为听不懂当地人的话而尴尬，有时候只能靠志明帮我翻译。好在志明很有耐心，总是细心地为我解释各种不同之处。台中的生活节奏比我想象的要慢许多，人们不像大陆那样匆忙，走路不急不缓，说话轻声细语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里的人们似乎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而不仅仅是工作和赚钱。志明每天准时下班回家，周末会带我去附近的公园散步，或者去夜市逛逛。这种生活方式一开始让我有些不适应，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，但慢慢的，我也开始享受这种节奏。来台湾的第3个月，我经历了一件让我深受震撼的事情。那天下午，我在社区公园散步，看到一位老人突然倒在长椅上，面色痛苦，周围的人立刻围了过去，有人拨打了119，有人帮老人检查呼吸，还有人脱下外套垫在老人头下。不到5分钟，救护车的鸣笛声就传来了。2名医护人员迅速下车，熟练地检查老人的情况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担架。整个过程专业高效，没有一丝慌乱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从头到尾，没有人问老人有没有钱，也没有人要求先交费用。救护车很快载着老人离开了，只留下公园里一片关切的议论声。这位阿伯会没事吧？我忍不住问旁边的一位阿姨，应该没大问题。救护车来得很快，阿姨安慰我说，台湾的急救系统很完善的，不用担心啦。可是费用怎么办？我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阿姨有些疑惑地看着我，有健保卡啊，大部分费用都由健保局负担，病人只需要付很少的部分。我愣住了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救护车是要先付钱才会出动的，医院也是要先交押金才能接收病人的。这种先救人后算账的方式，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。回到家，
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志明，他笑着说，台湾的健保制度就是这样啊，生命第一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1年前母亲生病时的情景。那是2000年的冬天，母亲突然脑溢血，倒在了厨房里。我和弟弟慌忙拨打120，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冷静地问，有现金准备好了吗？救护车出动需要先支付150元。我们手忙脚乱地翻找钱包，凑够了现金。等救护车终于到达时，母亲已经昏迷了近半小时。到了医院，又是一番周折，需要先交3000元押金才能办理入院手续。挂号处的护士公事公办地说，我和弟弟只好分头去找亲戚借钱，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。最终，母亲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每当想起这件事，我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，又痛又沉。如果当时能够更快地得到治疗，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落下这样的病根？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两岸的医疗体系。在大陆，医疗资源有限，费用昂贵，很多人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延误治疗；而在台湾，健保制度覆盖了绝大多数民众，医疗服务更加普惠和人性化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制度上的，更是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我对这里的医疗体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。2005年，我和志明的儿子小雨在学校篮球比赛中不慎扭伤了脚踝，学校立即拨打了119，救护车很快到达，将小雨送往最近的医院。在医院里，医生细心地为小雨检查，确认只是轻微扭伤，没有骨折。整个过程从受伤到治疗结束不到2小时。最后结算费用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只需要支付200元新台币的部分负担，就这么点钱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有健保卡啊，护士笑着解释，大部分费用都由健保局支付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忍不住想，如果是在大陆，这样的意外可能会花费我们上千元人民币，还要排长队等待治疗。而在这里，一切都如此高效便捷，让人感到安心和被尊重。然而，就在我逐渐适应并感恩于台湾医疗体系的同时，大陆亲人的处境却时常让我揪心。2012年，我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，声音焦急：“姐，我在工地上摔伤了，现在在医院，但医院要先交5000块押金才给做手术，我们家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”我立刻答应帮他，挂了电话就去银行汇款。等待的过程中，我的心情无比复杂。一方面，我庆幸自己有能力帮助弟弟；另一方面，我又为大陆医疗体系的现状感到无奈和心痛。为什么在生命面前还要先考虑钱的问题？这种对比在2018年志明的父亲生病时达到了顶峰。那年冬天，公公因心脏病突发被送进了医院，虽然已经85岁高龄，但医院依然给予了最好的治疗。医生和护士不厌其烦地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，耐心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。病房干净整洁，设备先进齐全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即使在深夜，护士也会定时来查看公公的情况，态度始终温和有礼。阿伯，我们要量一下血压，会不会不舒服啊？他们总是这样轻声细语地询问，生怕打扰到老人家休息。虽然公公最终因病情严重离世，但整个治疗过程中，我们感受到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病人的关怀，没有冷漠，没有推诿，只有专业和温暖。送走公公那天，我和志明都流下了眼泪，但心里却没有遗憾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公公得到了最好的照顾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适应并接受这种差异时，一个噩耗再次让我心如刀绞。上个月，我得知福建表姐的丈夫因突发心梗去世了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当时家里一时拿不出救护车的出车费，耽误了黄金救治时间。表姐在电话那头哭诉，如果当时能早点送医院，也许她就不会走了。听着表姐的哭声，我的心像被撕裂一般疼痛。一边是我在台湾享受的优质医疗服务，一边是大陆亲人因为医疗资源不足而遭受的痛苦。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感到既幸运又愧疚，既感恩又无奈。每当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，我的心情都十分复杂。在台湾，
这声音代表着希望和救援。而在我的记忆中，它却常常与金钱和焦虑联系在一起。我常常想，如果大陆也能建立类似台湾这样的健保制度，有多少家庭可以避免因病致贫？有多少生命可以得到及时救治？有时候我会和志明讨论这些想法，他总是耐心地听我说完，然后安慰我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，大陆这些年也在进步啊，也许再过几年情况就会好转了。我心里清楚，志明的乐观或许只是善意的安慰，这绝非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，而是根植于价值观和制度设计的深刻鸿沟。近年来，大陆媒体上频频曝光的医患冲突、天价医疗费，以及每次通话中大陆亲友无奈感叹的看不起病、住不起院，都在提醒我，现实并未如期改善。与台湾相比，这道横亘在两岸间的医疗鸿沟，不仅割裂着地理距离，更撕扯着无数家庭的生活与尊严。在台湾生活了20多年，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我喜欢台中宁静的街道，喜欢人们彬彬有礼的交谈方式，更喜欢这里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弱者的关怀。但我的根始终在大陆，我的亲人，我的记忆，我的情感纽带都在那片土地上。每次回福建老家探亲，我都会带上满满一箱子的礼物和药品。看到母亲因为医疗条件有限而日渐衰弱的身体，我心里总是充满愧疚。我想给她最好的照顾，但隔着海峡，我能做的实在有限。有时候我会想象，如果母亲能来台湾生活会怎样？她可以享受到完善的医疗保障，不用为看病发愁，也许身体状况会好很多。但现实是，她年纪大了，不愿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，而且办理手续也很复杂。这种无力感常常让我夜不能寐。夜色渐浓，在台中那盏斑驳的路灯下，我独自走在安静的小巷中，脑海里反复浮现的是那些令我刻骨铭心的医疗救护经历。大陆那急促、冰冷、金钱摆在首位的场景，与台湾温柔、高效、尽显人文关怀的画面在我心间不断交织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默默对自己说，这个世界到底该如何对待生命？究竟是先救人，还是先问钱？很多个不眠之夜，我静坐窗前，望着远处那些闪烁的霓虹灯影，内心翻涌着对家乡的牵挂与对现状的反思。记得那次儿子在篮球比赛中受伤后，学校和医护人员纷纷出手相助，那温暖的场面犹如一盏灯，照亮了我对未来的期许。而那次福建表姐丈夫因费用问题延误治疗的悲剧，又如一记重锤，狠狠敲打着我不敢放松警惕的心。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悬于一线，将我对生命、对社会体制的认知推向了新的高度。渐渐的，我开始意识到，医疗救护不仅关乎技术和设备，更关乎一种价值观的体现，关乎这个社会对生命无条件的尊重。我常常在想，究竟是什么让台湾的医疗服务如此让人放心？除了健保的普及，更多的是那种先救人后算账的理念。这是一种无论贫穷或富有都能平等获得生命保障的制度设计。相较之下，大陆那种重视经济结算的模式，则让许多家庭在生死抉择面前充满焦虑和无奈。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，隐藏的却是无法计数的生命损失和悲剧。我的心中常常涌现出矛盾的情感，感激又愧疚。感激于台湾给予我的温暖和尊重，让我在危机来临时能够不顾一切地相信，总会有人伸出援手。愧疚于家乡那些还在为医疗费用焦头烂额，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亲人朋友。当急救车的警笛在耳边响起，每一道鸣响都仿佛在提醒我，自己并非孤单，因为有这么一群人用真诚和专业守护着生命的尊严。但同时，那远在他乡艰难求医的画面，又让我无法忽视那无法弥补的裂痕。和林志明在一起的日子里，他总是用那种坚定而温柔的语气和我聊起家族中的点滴往事。每当谈及父亲在医院的点点滴滴，我总会感受到一种从心底传来的感激与惋惜。即使面对亲人的逝去，我也庆幸自己能目睹那段治疗过程中的种种细致入微。那些医护人员用心呵护患者的每个细节，总让我觉得，即使生命终将逝去，那尊严与温情依然值得铭记。而每一次谈及大陆的那些经历，我的眼眶便莫名湿润。那个时代的制度和环境，仿佛把许多人推向生死边缘。
让家人面对危急时刻时不得不承受无尽的压力。现在想来，那种人人为钱奔走、金钱至上的现实，既是无奈也是悲哀。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这一巨大鸿沟，似乎不仅仅存在于两岸医疗体制的对比中，更深深植根于各自的社会价值观之中。台湾那种把生命放在首位的理念，无疑告诉我，一个社会若能真正实现平等和互助，每个人就能拥有基本的生存尊严。换句话说，医疗救护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，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情感担当。我由衷地敬佩那些在急救一线忙碌的医护人员，也深知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如此重视人文关怀，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更温暖、更充满希望。如今，我在这片陌生而又温情的土地上，不断学会如何放下心中的矛盾。每当新一天的晨曦洒进窗户，我总会暗自告诫自己，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都要珍惜眼前温柔的阳光。虽然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过去的痛楚，但我也知道，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今天坚韧而温暖的我。每一次经历的碰撞，都令我更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珍贵。我开始主动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活动，走进社区，倾听那些正在遭受困境的人的故事，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传递温暖。有时，我会到医院探访那些在急救后依然感到迷茫的患者，也会参与募集善款，为那些因医疗费用而陷入困境的家庭送去一丝希望。每当那时，我都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记录和见证，更是在行动，用爱去弥合那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。这就是我，一个普通的跨海婚姻女性的经历。我的经历或许微不足道，但通过我的眼睛，也许能让更多人看到两岸医疗体系的差异，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，什么才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。在台湾，我找到了第二个家，也看到了一种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。但我的心始终牵挂着大陆的亲人和故土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海峡两岸的人们都能享有同样优质的医疗服务，都能在生病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，而不必先考虑钱的问题。因为在生命面前，我们首先是人，其次才是消费者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某些地方触动了你，请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你的每一个小小支持都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你也有关于台湾的温暖体验或难忘经历，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，让这些美好的瞬间传递给更多热爱宝岛的朋友。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会。